大家好，今天要 demo 的是如何使用 WSN No-Ray 的 Node 来控制 YS3310以及 YS1020，那来使用它上面所提供的这个无线节点的功能。那这个架构图里面，我们会用 PC 借由有线网络来连接 YS3310，在 YS3310上面有跑我们 No-Ray 的 server， 所以我们的 PC 可以借由开启 browser， 打开 No-Ray 的页面来操作我们的 WSN Node。那借由操作 WSN 的 Node， 我们可以让3310借由无线网络去跟 YS1020做连接。那借由此来控制在 YS10 后面我们所接的 CO2 sensor 以及风扇。这就是今天整个 demo 架构。那我们来实际看一下我们 demo 的机器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台 YS3310，它借由无线网络跟这边的两台 YS1020来连接。左边的这台 YS1020上面，我们挂了一个 CO2 的 sensor， 右边的 YS1020上面挂了一个 I/O 板，在这 I/O 板上面，我们接了一个风扇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借由在这边的 CO2 sensor 吹一口气，让 CO2 sensor 的值升高，来观察是不是当 CO2 的值超过我们的门槛值之后，可以让风扇开始转动。那我们先来看如何去在 No-Ray 里面操作我们的 WSN Node。那首先我们可以从左边 Advantech 的区块里面拉出 WSN Sensor Node。那我们把这个 node 跟前面的 input 还有后面的 output node 做连接，双点击这个 node 来开启它的设定页面。首先我们来看如何去取得 CO2 的值。我们先选择 get， 然后选取目前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得到的 device， 那选择 CO2 sensor 所在的这个 device 的 ID， 那它会自动的去判断有哪些的值是这个 device 上面有 support 的，所以它会侦测到上面有 CO2 的 sensor。那我们选取它之后，把这个设定的值放进去，然后借由点击这个整个 flow 来驱动它。好，当我们点击驱动之后，可以看到它回报目前 CO2 读到的值是667。接着我们再来示范如何的去借由设定 WSN Sensor Node 来驱动风扇旋转。那这一次我们把我们的动作改为 Set， 那一样选择 I/O Ball 风扇所在的这个 device， 那它会侦测它上面有支援哪些的 sensor。那我们选择我们要操控的这个风扇。那要让风扇旋转，我们把值设为1，让这个值设定进去之后，我们借由点击这个流程来让风扇开始旋转。好，我们点击，可以看到风扇已经开始旋转了。我们先把风扇停下来。要让风扇停下来，把值设为0就可以。好，我们让这个流程开始执行。那知道如何个别操作读取 CO2 的值，还有让风扇旋转之后，我们把这整个流程结合起来，变成一个可以自动的去判断 CO2 的值，然后根据 CO2 的值来决定风扇是要关闭还是开启。那这边这个流程，首先我们有一个用来读取 CO2 值的 node， 设定跟刚刚我们所做的是一样的。然后它会把读到的值传到这边有一个 node， 它是用来判断我们所要设定的 CO2 的门槛值。这边我们把门槛值设为是1000。那藉由这个判断之后，来决定是不是要去转动风扇，所以这边是
跟刚刚我们所做的一样去设定风扇的值，但是这一次会经由前面 CO2 的值判断完之后来决定是要开启或是关闭风扇。好，那我们开始让这个流程来自动的执行。我们让它每2秒钟可以去驱动一次整个流程。从右边的讯息框框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CO2 的值开始不断的被回报。那目前的值是677。好，那我们对 CO2 的 sensor 来吹一口气。好，好，看到当值超过1000的时候，风扇就开始旋转。好，那当时小于1000的时候，风扇就关闭。今天的 demo 到这边，谢谢。